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宣帝神爵2年，匈奴又杀过来了。葛宽饶在北阙刺杀的时节，正是塞外秋高马肥的时节。须驴全渠单于亲率10余万大军南下，准备好好的打一场秋风。没想到一名匈奴人叛倒汉帝国，将单于的军事动向和盘托出。宣帝呢，迅速做出安排，以老将军赵充国为统帅，沿边塞9郡布防。对于匈奴而言，军情泄露已经让自己失去了先机，紧接着祸不单行，单于患病呕血，仗显然是没法打了。这位须驴全渠单于倒是一位很会变通的领袖，当即改变态度，派使者到汉帝国和谈，希望可以恢复和亲关系。事情还没有谈妥，单于呢就一命呜呼了。随着须驴全渠单于的死，匈奴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内乱。内乱的经过相当复杂，涉及很多匈奴上层人物，但是那些急剧熬牙的人名就足够让今天的读者吃不消了。这里不妨一笔带过，这不影响我们对于当时汉匈关系全局的理解。人类组织有一个基本规律，如果处在上升期，就算发生了内乱，也很容易重新整合；而一旦走入颓势，无风都要有3尺浪，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话，马上呢就会打浪淘天。尤其是匈奴这样的组织，只有不断的克敌制胜，才能凝聚人心。所以即便是毫无实际利益可图的仗，只要能赢，就有打的价值。然而匈奴在连年折损之下，须驴全渠单于最后的战争努力却不幸变成了一场回光返照。那10几万本可以形成一股洪流的匈奴骑士4分5裂，撕咬不休。阶段性的结果是，匈奴日逐王为求自保，打算率领本部人马投降汉帝国。大人物拖家带口式的投降从来都不是容易事。武帝时代有过浑邪王以4万部众降汉的先例，阵容太大，很难做好保密工作，而且外有强敌，内有不安定因素，一路上畏首畏尾，磕磕绊绊，凶险漫愤。要不是汉帝国派出了霍去病这样的接收大员，浑邪王的投降大业多半呢就会夭折。如今日逐王面临的是和当年的浑邪王同样的难题，但日逐王手里的牌比当年的浑邪王要好。这是因为自从张骞凿空之后，汉帝国积极开拓西域，又是建交又是屯田，在西域呢已经有很成熟的根据地了。日逐王要联络的就是在西域屯田的汉军指挥官郑吉。郑吉其人在秦门呢已经有过出场了，他曾经和司马熙一同负责曲里一带的屯田工作，还曾经统帅屯田士兵1500人，又征伐西域盟国上万人，跨越千里，征服车氏。到了匈奴内乱的时候，郑吉早已经在西域深耕多年，既有声望又有实力，更重要的是他的大本营就在西域，串个门都能搭上关系。只要有了郑吉的协助，日逐王的投降壮举就等于成功了一半。郑吉当然会积极配合，在双方达成一致之后，郑吉征发曲里、龟兹诸国5万大军，迎接日逐王万人规模的投降团，一路护送。不难想见的是，沿途不断会有人逃亡，毕竟人之常情，如果不是万不得已，谁也不敢让自己的人生去拥抱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。而不确定性总是会让人疑神疑鬼，越想越怕。郑吉的对策很简单，只要发现有人逃亡，就果断派兵追杀。看上去手段过于狠辣了，但逃亡这种事情太有传染性，指挥官不能以雷霆手段杀人立威的话，队伍很快呢就没法带了。喜而郑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，顺顺利利达成使命。日逐王因为投降有功，受封归德侯。对于汉帝国而言，日逐王的投降确实是有大功的，因为匈奴原本处理西域事务的正是日逐王，西域的燕齐、威须一带可以算是日逐王的基本盘。大体上说，从东部世界通往西域的南北2道，汉帝国控制着南道，日逐王呢控制着北道。而随着日逐王的降汉，南北2道完全控制在汉帝国手里，这就让匈奴很难受了。
郑吉在西域原本就有击破车师的壮举，如今又因为护送日逐王降汉，威震西域。宣帝封郑吉为安远侯，让他继续管控西域。重点来了，原先能够管控的只有南道，现在一并管控北道。今天所谓管控、监督或者督察，当时用的词是护。我们已经见过护郡都尉、护羌校尉这类用法了。那么看看郑吉，不但要护南道，现在呢还要连北道一起护，所以这个新职位叫做都护。那历史上的第一位都护就是郑吉。西域都护设置的具体时间，如果追溯到原始材料的话，存在着4种记载：一是缔结2年，二是神爵2年，三是神爵3年。这3种都是司马光注意到的。还有一种司马光没注意到的是元康元年。司马光在通鉴考异里边做出考证，认为缔结2年应该属于笔误，把神爵2年写成缔结2年了。所以我们在资治通鉴里边看到的是司马光订正之后的编年，但这个订正到底对不对，其实不好说。现代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解释和判断，但任何一种结论都缺乏铁证，只能说神爵2年和神爵3年的可能性最高。而这2个年份既然紧挨着，到底孰是孰非也就不那么要紧了。再说郑吉担任西域都护之后，在西域诸国的中间地带设置幕府，又在曲离屯田的附近兴建乌垒城，在西域拥有了无可争议的号召力。《资治通鉴》的原话有这样一句：匈奴亦弱，不敢征西域。意思是说匈奴越发的衰败了，不敢再和汉帝国争夺对西域的掌控权。但这个话呢并不准确，因为匈奴虽然衰败，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不久之后呢还会再来西域兴风作浪的。匈奴那边新一任单于任命了一位新的日逐王，当然同名而异时，只是自欺欺人罢了。西域诸国已经一边倒的讨好汉帝国了。乌孙国作为西域大国，原本就是汉帝国的重点统战对象。现任乌孙王号称肥王的翁归靡，娶的就是汉帝国的解忧公主。这2口子一共生育了5个儿女，长子名叫元贵靡。这个时候，翁归靡希望通过长罗侯常惠向朝廷上书，希望以大汉脉孙元贵靡作为自己的继承人，给他娶一位大汉公主，亲上嫁亲。乌孙国从此跟匈奴彻底断绝往来。有了这样的积极表态，按说汉帝国没有拒绝的理由。不过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：既然元贵靡是肥王和解忧公主所生的嫡长子，继承乌孙王位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？直接给这孩子提亲就可以了，为什么需要请汉帝国确认他的继承合法性呢？果然，元贵靡在乌孙国的地位并不稳当。遥想当年，汉帝国和乌孙国建交，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嫁了过去。老夫少妻，年龄悬殊，所以没过多久，刘细君就改嫁给了丈夫的孙儿岑曲。刘细君改嫁之后，不几年呢就过世了。既然是政治联姻，公主死了，当然可以换新的，换上去的就是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，史称解忧公主。当时乌孙国的联姻搞的是一王两娶，一个汉公主，一个匈奴公主。乌孙王夹在这2位公主中间走钢丝，谁都开罪不起。刘解忧嫁过去之后，还没来得及生出一儿半女，而在岑曲的全部子女当中，刘细君生的是女儿，匈奴公主却生了儿子，名叫尼弥，而岑曲已经命不久矣，准备交代遗言了。因为尼弥年龄太小，所以岑曲留下了政治遗嘱，请叔父之子翁归靡代管乌孙国，等尼弥长大成人之后再归政于他。翁归靡继位之后称为肥王，以当地风俗呢娶了解忧公主，一共生了3男2女，长男就是元贵靡。依照岑曲当年的遗嘱，肥王呢只是摄政王，王位还要传回给岑曲之子尼弥的。若是初亲未改，多因此意虚同，但人之常情，当然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亲生儿子。肥王很想反悔，但乌孙国的贵族们不认这个理，
坚定地站在尼米一边。所以肥王向汉帝国上书，核心意图并不是为了巩固两国邦交，而是要借着郑吉威慑西域的时候，请汉帝国出面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元贵弥站台，震慑住尼米和他的拥戴者们。先前匈奴为了给尼米撑腰，发动西域联军进逼乌孙国，甚至威胁肥王交出解忧公主。汉帝国积极为肥王解围，动员了5路远征军。常惠还以大汉特使的身份节制乌孙军团5万骑。常惠和肥王的战斗情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。常惠也正是因为这一战的表现，才受封为长罗后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先前那次援助乌孙国，是因为匈奴动武在先，咄咄逼人；而这一次，因为郑吉顺利护送日逐王强悍，匈奴彻底失去了对西域的影响力。肥王仅仅是想满足自己的私心而已。如果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，上一代乌孙王岑取之所以传位给肥王，条件是说好了的，将来肥王还是要把王位传给岑取的亲生骨肉，也就是岑取和匈奴公主所生的尼米。这个约定也是乌孙贵族所公认的。那肥王现在要毁约了，而汉帝国呢，如果还在意大国风范和天命所归的话，到底会帮理不帮亲呢，还是帮亲不帮理呢？